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艺人分饰三角，肖战郑晓龙强联手，这期部待播剧个个王炸。2025年4月的剧，迷们仿佛掉进了蜜罐。王宝强的《骑士》刚以豆瓣8.3分收官。孙俪的《蛮好的人生》便以中年女性逆袭话题霸榜热搜。送走积压2年的《无忧渡空降》开播，秦昊与韩庚在《借命而生》中上演双雄对决，但热闹终将散场。当4月的余温退去，接下来的荧屏还能靠什么续命？别慌，7部待播剧以蓄势待发，从武侠穿书到权谋复仇，从古装奇幻到现实题材。每一部都精准踩中观众爽点，诚意艺人分饰三角的野心，肖战与郑晓龙的顶流名导组合，甚至能让琅琊榜都感受到压力。准备好迎接这场王炸混战了吗？从琉璃到沉香如屑，再到莲花楼，武侠玄幻这个赛道简直就是诚意的舒适圈。这一次他搭档古力娜扎的《富山海》也是同样的题材。不过不一样的是，《富山海》中加入了穿书设定。《富山海》的故事算不上复杂，大致就是现代社畜肖明明无意间进入到了自己写崩的小说中，然后以主角萧秋水的身份对抗反派李晨舟，化解灭门危机。而这部剧真正的复杂之处在于，萧明明、萧秋水和李晨舟三人长着同一张脸。所以诚意在这部剧中要一人分饰颓废打工人、热血少侠、疯批反派3个角色，堪称精分饰演技大赏。除此之外，诚意在这部剧中的打戏也卷出了新高度。吊威亚做托马斯全旋不用替身，无辅助原地旋转，360度轻轻松松。网友辣评：诚意的腰不是腰，是夺命三郎的弯刀。除了诚意这个大男主之外，还有2个人也非常让人期待。一个是女主角古力娜扎，看剧照美的仿若天仙下凡；一个是男 N 号张智霖，陆小凤之后再演武侠，期待值直接拉满。幼年惨遭灭门的藏海，10年后改头换面重返朝堂，以复仇为旗，天下为局，却发现自己不过是阴谋中的一枚棋子。怎么样？这剧情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这不就是《琅琊榜 2.0》吗？《琅琊榜》之后，观众苦低至权谋剧久矣。如今《藏海传》的出现，简直让剧迷们看到了曙光。尤其这部剧还是顶流男星肖战加老牌名导郑晓龙的配置，谁能不期待？看预告片，肖战这次完全摆脱了偶像脸。化身隐忍腹黑的权谋家，预告里一个阴鸷眼神，直接让粉丝惊呼为无限黑化了。今年年初搭档徐克的《射雕英雄传》没有让肖战再创辉煌，不知道这次郑晓龙能否给他的顶流之位再加上一层砝码。当年《琅琊榜》大火，除了因为权谋拍得好之外，群像的塑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剧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刘涛饰演的女主角霓凰郡主，虽然戏份不多，但到今天仍旧让人念念不忘。这次《藏海传》里，女主角的设定也非常抓眼，表面是风情老板娘，实则是布局高手。与男主角藏海的智斗戏，据说可以比拟一场高端狼人杀。长安12时辰之后，马伯庸再次联手雷佳音推出长安的荔枝，还是熟悉的大唐背景，还是熟悉的导演曹盾，只不过雷佳音的搭档从年轻帅气的易烊千玺换成了大脸小眼的岳云鹏。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堪比古代版社畜求生指南。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本是个在长安混了18年都没升职的9品芝麻官，好不容易贷款买房，却被同僚坑成荔枝使，接下了11天从岭南送鲜荔枝到长安的死亡 KPI。怎么说呢？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个任务的难度堪比让外卖小哥徒步送冰激凌到北极。但为了不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李善德只能硬着头皮上路，开启了一场古代版极限挑战。岳云鹏在剧中饰演的是雷佳音的小舅子郑平安。如果说李善德是窝囊蛋，那郑平安就是老油条。他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主打一个一点亏不吃。当窝囊蛋遇上老油条，一个精打细算，一个插科打诨，想想都笑点满满。除去上面的3部大男主剧，剩下的4部剧完全就是85花大乱斗。想不到吧？这么多年过去了，85花们还是缠缠绵绵不分离。首先上场的第一部剧就是刘诗诗主演的《淮水竹亭》。说来尴尬，这部剧与杨幂去年扑得惨绝人寰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是同一个导演导的同一个系列。当时网友们还暗戳戳地期待过他们俩打擂台的场面，结果杨幂的月红篇先一步开播，遭到全网热潮。那句涂山我照的，懂，到现在还是网络热梗。与方聊生活。不过即便有月红篇这个前车之鉴，网友们依旧对淮水竹亭抱有很高的期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女主角刘诗诗和男主角张云龙的演技比较认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淮水竹亭目前放出的预告片看上去大势很妙。竹林秀水，一叶扁舟，刘诗诗那被誉为天选古人的仪态，以及那张超凡脱俗的脸，为画面更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张云龙戴着与原动漫相差无几的面具踏风而来，所谓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不过如此。预告片中一闪而过的沈月也让人眼前一亮。偶像剧出身的她，以前演的不是学生妹，就是上班族。这次尝试古装，别的先不说，扮相是真心好看。说不定这部剧之后就给她打开古偶市场了。第二位上场的85花是唐嫣。唐嫣前几年在85花里一直处于掉队状态，直到一部《繁花》才让她跟上了大部队。去年的白玉兰颁奖典礼上，本以为她会靠着汪小姐一飞冲天，站上85花 Top 的宝座，没想到最后惜败给了周迅。《繁花》之后，唐嫣其实势头正猛，但她偏偏想不开，跑去演了古偶《念无双》。播出之后果然惨不忍睹，对她的事业发展没有起到任何加成。纵观唐嫣的事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她最舒适的赛道其实是现代剧。从早年的《夏家3000金》到《何以笙箫默》，再到前不久的《繁花》，她被观众津津乐道的一直都是现代角色。很幸运，她这次的待播剧就是个正儿八经的现代都市剧。独身女人，剧如其名，讲述的是一位单身独居女性的感情生活。她的女主角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唐嫣，男主角则是高圆圆的老公赵又廷。赵又廷长相不太突出，比起唐嫣之前搭档的邱泽、钟汉良、胡歌等人差了点意思，但是颜值不够演技来凑，相信他的整容式演技一定不会给唐嫣拖后腿的。顺便提一嘴，《独身女人》的原著是一书的同名小说，一书上一部被翻拍的作品还是刘亦菲的《玫瑰的故事》。第三位上场的85花是杨幂。杨幂这几年转型的心思很明显，一直在尝试跳出偶像剧的圈子。不过可能因为这些年演技落下太多，她的转型之路走得很艰难。拍电影撤档，拍谍战剧被全网吐槽。这次待播的《生万物》是他压下的另一块宝。《生万物》是农村年代戏，有点以前红高粱的感觉。杨幂为了演这部戏，还特意涂黑扮丑，下了好大的功夫。这部剧其他的演员也非常有看点。男主角欧豪，前一段时间的北上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其他的配角，从倪大红到林永健，
再到秦海璐，全是响当当的老戏骨。有了这些人压阵，说不定杨幂这次真的能成功转型。85花压轴出场的是我们的三料视后赵丽颖。赵丽颖的实力不必多说，这么些年来不管演哪个题材都没失过手。她这次的待播剧是主打都市悬疑的《在人间》，搭档的男演员是没什么名气的尹昉。赵丽颖上次演悬疑题材的电视剧还是和肖央合作的《谁是凶手》，她在里面饰演亦正亦邪的心理医生沈宇，很带感，但却不够看。这次主演《在人间》，终于能让粉丝们看个过瘾了。当古装权谋撞上现代穿书，当顶流转型遇上老牌名导，当古偶一姐碰上现偶女王，这7部剧的混战不仅是流量与流量之间的较量，更是国产剧工业化水平的试金石。那么问题来了，成毅的精分式演技，肖战的权谋黑化，85花们的大混战。